今天来聊一聊这个素书里面的道义章啊。这一篇章啊，其实它不仅仅是在讲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啊，其实里面有很多对于领导者的建议啊。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里面的智慧对于我们现代的管理啊有哪些。哇哦，这个话题听起来就很有意思，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们先来看一下这一章啊，它首先讲到的是领导者的自我认知和他的管理方式。他说，以明事下者暗，有过不知者弊，迷而不返者惑。这句话其实就是在提醒领导者不要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你如果只是用一种很表面的方式去指导你的下属，那其实是会让大家更迷惑的。然后包括你自己有错误，但是你不知道，那你就会被蒙蔽。你如果已经做错了，但是你还不回头，那你就会陷入更大的混乱。他其实后面有举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春秋的时候，晋国的国君因为他很固执自己的错误，所以他就被他的大臣给废黜了，对吧？所以就是对，其实这个在现在的管理当中也非常的常见啊。比如说有些领导就是喜欢发号施令，但是他又不给你解释为什么，那其实员工就是很懵啊。对，没错。所以其实现在的管理也是强调你要跟员工有更多的沟通，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同时你也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能够接受大家的反馈，然后来及时的调整，这样的话你的团队才不会迷失方向。对，他后面还讲到说，以言取怨者惑，令与心乖者废，后令命前者毁啊。这里面其实讲了很多啊，就是领导者在语言上面，在命令上面的一些应该注意的地方。对，他其实就是在讲领导者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很有分量的。你如果说话不谨慎，就会招来别人的怨恨。然后如果你的命令和你的内心是不一致的，那你的这个命令肯定是没办法执行的。你如果朝令夕改，那你的威信就会被破坏。他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三国的时候，曹操他因为他的命令前后矛盾，就让他的军队陷入了很被动的局面。对吧？所以就是对，其实现在职场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领导就是沟通方式非常的粗暴啊，或者说经常喜欢给你一些模棱两可的指令啊，让你无所适从。对，没错。所以现在的团队其实更需要的是领导要以一种比较稳定的方式来传达他的目标和他的意图。然后同时他的语言也要比较谨慎，不能说一些会引起大家误会或者是会引起大家冲突的话。这样的话你的团队才能够建立起信任，有比较高的效率。对，他后面还有一句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叫怒而无为者犯，好纵辱人者殃，路如所任者危。对，这个就是在讲领导者，如果你只是用你的怒气来压迫大家，但是你没有威德，那大家其实是会冒犯你的。然后你如果喜欢在众人面前去羞辱你的下属，那你自己也会有不好的报应。你如果去残忍的对待你自己任用的人，那你就会有危险。他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秦始皇，他就是因为用严刑峻法来统治国家，所以导致了秦朝的快速灭亡。对，其实现在职场当中也有很多这种啊，比如说有些领导就是很喜欢通过发脾气来管理，那其实最后导致的就是大家口服心不服，或者说大家就会消极怠工。对，没错。所以现在的管理也是强调领导要通过自己的德行去服人，然后要尊重你的员工，不要去做一些会破坏大家信任的事情，要营造一个比较和谐的团队氛围。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够长久的为你效力。对，他后面还有一句啊，叫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理者孤，亲谗远忠者亡。对，这个就是在讲领导者如果轻慢他应该尊重的人，那他就会有不好的结果。然后你如果只是表面上跟大家很和睦，但是内心里面其实不是一条心，那你就会很孤立。你如果亲近那些说谗言的人，远离那些忠诚的人，那你就会灭亡。他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刘邦，他就是因为疏远了韩信，所以导致了后来的这个权力的争斗。对，其实现在职场当中也有很多这种啊，比如有些领导就是对于一些核心的员工不够尊重啊，然后导致最后人才流失啊，或者说大家就是表面上一团和气，但是其实内部都是勾心斗角。对，没错。所以现在的团队也是需要领导去真诚的对待大家，然后要重视那些真正为你做出贡献的人，要远离那些
喜欢搬弄是非的人。这样的话，你的团队才能够稳定，而且有比较长远的发展。对，它后面还有一句啊，叫近色远贤者昏，女业公行者乱，私人以官者服。对，这个就是在讲领导者如果沉迷于女色，远离贤能的人，那他就会昏庸。然后你如果让后宫的人来干预朝政，那你就会有混乱。你如果用私人的关系来任用官员，那你的这个政权就会很不稳定。他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东汉的末年，就是因为后宫和外戚的干预，导致了这个政治的腐败，引发了黄巾起义。对，其实现在职场当中也有很多这种啊，比如说有些领导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些私人的偏好，然后去影响他的一些决策啊，或者说公司里面存在一些裙带关系啊，导致真正有能力的人没有办法发挥他们的作用。对，没错。所以现在的组织也是需要建立一个比较公正透明的机制，来避免这种私人的关系对于工作的干扰。这样的话，你的团队才能够健康的发展，然后有比较高的效率。对。它后面还有一句啊，叫凌下取胜者亲，名不胜实者好，略己而责人者不智，自厚而薄人者弃废。对，这个就是在讲领导者如果靠压迫下面的人来取得胜利，那其实是一种侵略性的行为。然后你如果名声超过了你的实际，那你就会逐渐的衰落。你如果忽略自己的责任去苛责别人，那你是没有办法把事情管理好的。你如果自己要求很宽松，但是对待别人很严格，那你最终就会被大家抛弃。他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古代的一些统治者就是因为太过于强权了，所以导致了他们的灭亡。对，其实现在职场当中也有很多这种啊，比如说有些领导就是喜欢通过压迫员工来展现自己的权威啊，或者说有很多虚名，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能力啊，或者说对于自己和别人是两套标准。对，没错。所以现在的管理也是强调领导要通过公平公正来赢得大家的尊重。然后你的声誉一定要是建立在你的真实的实力上面的。你要以身作则，如果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你就不要去要求别人。这样的话，你的团队才能够信任你，愿意跟你一起去达成目标。对。但后面还有一句啊，叫以过弃功者损，群下外溢者沦，忌用不任者疏。对，这个就是在讲领导者如果因为一个人有过错就否定他的功劳，那你就会伤害整个团队的利益。然后如果你的下属不是一条心，那你的这个组织就会衰败。你如果任用了一个人，但是你又不信任他，那你跟他的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他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吕后，他就是因为猜忌这些功臣，所以导致了他的朝政的不稳定。对，其实现在职场当中也有很多这种啊，比如说有些领导就是对于员工的评价非常的片面啊，或者说团队里面的成员之间互相都不协作呀，或者说领导对于员工是一种表面上重用，但是其实不信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对，没错。所以现在的团队也是需要领导去全面的看待你的员工的表现，既要肯定他的功劳，也要合理的去指出他的不足，然后要营造一个大家能够团结协作的氛围。同时，你既然任用了一个人，你就要信任他，这样的话，你的团队才能够有活力，大家才能够共同的去达成目标。对。他后面还有一句啊，叫行赏吝啬者举，多许少予者怨，既盈而拒者乖。对，这个就是在讲领导者在奖赏上面的一些应该注意的地方。你如果奖赏的时候很吝啬，让大家觉得很勉强，那大家就会很沮丧。然后你如果承诺了很多，但是你又做不到，那大家就会有怨恨。你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很欢迎大家，但是后来又拒绝大家，那你就会让大家觉得很反感。他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历史上有一些权力机构就是因为赏罚不公导致了内部的分裂。对，其实现在职场当中也有很多这种啊，比如说有些领导就是对于员工的认可非常的吝啬啊，或者说经常喜欢给员工开空头支票啊，或者说对于员工的态度忽冷忽热。对，没错。所以现在的管理也是强调领导要及时的去认可你的员工的贡献。
然后你的承诺一定要是慎重的、准确的，你说出去的话一定要做到，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赢得大家的信任，你的团队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和谐的氛围。对，它后面还有一句啊，叫博施厚望者不报，贵而望见者不久，念旧而弃新功者凶，用人不得正者待，强用人者不处。对，这个就是在讲领导者如果付出的很少，但是期望很高，那你是不会有回报的。然后你如果富贵了之后就忘记了你以前的那些情况，那你也不会长久。你如果只记得旧的功劳，忽略了新的功劳，那你就会有危险。你如果用人不当，那你就会很危险。你如果勉强的去使用一个人，那你是没有办法留住他的心的。他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清朝的晚期，就是因为守旧派掌权，所以导致了这个国家没有办法进步。对，其实现在职场当中也有很多这种啊，比如说有些领导就是对于员工的要求非常的苛刻啊，但是自己却没有任何的付出啊，或者说公司里面有一些老员工就是居功自傲，然后对于新员工的一些贡献都视而不见啊，或者说领导在用人的时候不是用人为贤，而是对，没错。所以现在的团队也是需要领导去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然后要重视大家的新的贡献，要用人用其所长，不要去勉强一些事情，这样的话你的团队才能够保持活力，有比较长远的发展。对，他后面还有一句啊，叫为人则官者乱，失其所强者弱，决策于不仁者险，因计外泄者败，厚脸薄施者刁。对，这个就是在讲领导者如果为了安排某一个人而设立一个官职，那你就会有混乱。然后你如果失去了自己的强项，那你就会变弱。你如果把你的决策交给一个没有仁义的人，那你就会有风险。你如果你的秘密计划泄露了，那你就会失败。你如果征收的很多，但是你给予的很少，那你的这个组织就会衰败。他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明朝的晚期，就是因为宦官专权，所以导致了这个朝廷的混乱。对，其实现在职场当中也有很多这种啊，比如说有些公司就是因为人情的关系，然后去安插一些人，导致公司里面出现一些混乱啊，或者说有些领导就是放弃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啊，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或者说在决策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大家的利益。对，没错。所以现在的组织也是需要岗位的安排要以能力和需求为导向，然后要守住自己的核心优势，决策的人一定要是一个有责任心、有同理心的人，同时你也要有一些对于机密的保护的措施，这样的话你的团队才能够稳定的发展。对，它后面还有一句啊，叫战事贫，由是富者衰，祸禄躬行者昧，闻善忽略，记过不忘者暴，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拙。对，这个就是在讲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组织，他如果为他拼命的人很贫穷，但是那些只知道享乐的人很富有，那这个国家就会衰落。然后你如果贿赂躬行，那你的这个制度就会黑暗。你如果听不进去好的建议，但是你对于别人的过错却念念不忘，那你就是一个暴君。你如果任用的人你不信任他，你信任的人又没有能力，那你这个组织就会很混乱。他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晚唐的时候，就是因为军队很贫弱，但是官员很腐败，所以导致了这个政权的瓦解。对，其实现在职场当中也有很多这种啊，比如说有些公司就是核心的员工待遇非常的不好，但是那些只知道搞关系的人却风生水起，或者说公司里面的一些风气就是贿赂，或者说只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真话。对，没错。所以现在的团队也是需要领导去关注那些真正为你创造价值的人，然后要杜绝这种腐败的风气，要学会去倾听好的建议，同时你在用人的时候一定要把信任和能力结合起来，这样的话你的团队才能够健康的发展。对，后面还有一句啊，叫牧人以德者吉，绳人以行者散，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则大怨必生。对，这个就是在讲领导者如果用德行来感召大家，那大家就会聚集在你的身边。你如果用刑罚来
约束大家，那大家就会离散。然后你如果小的功劳不奖赏，那你就没有办法建立大的功劳。你如果小的怨恨不赦免，那你就会产生大的怨恨。他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汉高祖刘邦，他就是因为善待他的功臣，所以他就聚集了很多人才。比如说这个古代的一些帝王，他就是因为很苛刻，所以导致了民怨沸腾。对，其实现在职场当中也有很多这种啊，比如有些领导就是靠威胁、靠惩罚来管理团队啊，导致大家怨声载道啊，或者说对于员工的一些小的成就都视而不见啊，导致大家没有动力。对，没错。所以现在的管理也是强调，领导要通过一些正面的激励来让大家愿意跟你走，然后要及时的去认可员工的一些小的贡献，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够有动力去创造更大的成就。同时你也要注意及时的去化解一些小的矛盾，这样的话你的团队才能够保持和谐稳定。对，这后面还有一句啊，叫赏不服人，罚不甘心者叛，赏及无功，罚及无罪者酷，听谗而美，闻谏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对，这个就是在讲领导者如果奖赏没有办法服众，惩罚没有办法让大家心服，那你就会有反叛。然后你如果奖赏了一些没有功劳的人，惩罚了一些没有罪过的人，那你就是一个很残酷的领导。你如果听信谗言，对于忠诚的谏言很仇恨，那你就会灭亡。你如果能够守住自己的，那你就会安定。你如果贪图别人的东西，那你就会有危险。他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明朝的晚期，就是因为赏罚不公，所以导致了这个民间的起义。对，其实现在职场当中也有很多这种啊，比如说有些公司就是奖励的制度根本没有办法服众啊，或者说领导就是喜欢听一些阿谀奉承的话，不喜欢听一些忠言啊，导致最后。对，没错。所以现在的团队也是需要领导去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赏罚的机制，让大家能够心服口服，然后要学会去分辨哪些是好的建议，哪些是不好的，要守住自己的核心的资源和利益，这样的话你的团队才能够稳定的发展。OK， 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啊，从这一章道义章里面啊，看到了很多古代的这种智慧啊，对于我们现代管理的一些启示啊，无论是领导者的自我认知，还是对于团队的一些治理啊等等吧，我觉得确实还是挺发人深省的。